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楚楚的频道。在美国中西部的大粮仓，本该是收割机轰鸣、庆祝丰收的季节，可放眼望去，金黄色的田地里，拖拉机却在做着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它们并非在收割，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碾压着已经成熟饱满的大豆高粱，将农民们一整年的心血无情地碾碎成泥。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电影里的场景，带着一种末日启示录般的荒诞感？但这不仅仅是我的凭空想象，而是2025年秋天在美国中西部真实上演的场景。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一场围绕着小小大豆的风暴是如何在酝酿之中，并可能成为动摇美国农业霸权乃至美元霸权根基的完美风暴。这背后又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呢？2025年9月，路透社的镜头捕捉到了伊利诺伊州农户约翰·史密斯的绝望一刻。他面无表情地驾驶着拖拉机，将自家成熟的大豆碾入尘土。这幅画面通过网络传遍全球，立刻在国际市场引发了剧烈震动。这并非个例，根据美国农业部在当时发布的统计数据，全美滞销的大豆已经堆积如山，超过了2000万吨的惊人数字。在中西部6大核心农业州，高达80%以上的谷物仓储库房都已经爆满，粮仓里装不下的是农民们一年的辛劳，而农民心中装不下的是比空空如也的粮仓更沉重的绝望。社交媒体，尤其是 TikTok， 成了这些绝望中的美国农场主们最后的宣泄口。他们纷纷拍下自家农田的现状，对着镜头用近乎哭腔的语气喊话，将这一切的烂摊子归咎于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升级。实际上，这种情绪早在2025年9月初就已出现端倪。在阿肯色州，上百名农户聚集在当地市政厅，向国会代表的助理们陈述他们的困境，急切地请求政府能迅速发放紧急补贴，否则这一年的生计将彻底断送。克里斯，一位在阿肯色州耕耘了整整40年的老农户，在面对媒体时，第一次吐露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担忧。他迷茫地表示，自己甚至开始怀疑下一代是否还有可能继续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站在他身旁的妻子梅丽莎更是忍不住插话，她激动地说，我们现在卖粮食的价格和我们小时候几乎没什么两样，可种田的成本呢，早就飙升到了天文数字。他举了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当年买一台联合收割机大约只需要2万多美元，而现在一台功能相似的机器动辄就是10万美元起步。另一位名叫斯科特·布朗的农场主，因为管理着8001亩的土地而愁白了半边头发。他告诉记者，我甚至连雇佣帮手的钱都付不起了，所有的农活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干，田里用的设备清一色都是50-60年前传下来的老古董，再这么硬撑下去，我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他悲观地预测，如果政府再无动于衷，这个国家恐怕要失去1/4到1/3的农民。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在镜头前痛苦陈情的农民，大部分都曾是共和党的铁票仓。以阿肯色州为例，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有高达64%的农民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他们期待着强有力的政策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可换来的却是如今这种丰收却卖不出去的窘境。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就要从那场旷日持久的中美贸易战说起了。时间倒回至2018年之前，那曾是美国豆农的黄金时代。凭借着巨大的产量优势和相对较低的运输成本，美国几乎垄断了中国的进口大豆市场。中国每年需要从美国进口超过3000万吨大豆，这一数字占据了美国大豆年出口总量的60%以上。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的美国豆农几乎就是靠着中国市场吃饭的。然而，自从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挑起贸易战，一切都改变了。为了反制美国挥舞的关税大棒，中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在高额关税的壁垒之下，美国大豆的价格优势瞬间荡然无存，失去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市场不会等待任何人，精明的中国买家迅速将目光转向了南美、巴西、阿根廷等大豆生产国，成为了新的替代供应方。到了2025年1月，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他非但没有吸取教训，缓和贸易关系，反而在关税政策上变本加厉，试图用极限施压的方式逼迫中国就范。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也早已不是那个在贸易中处处被动的国家了。既然美国不想要中国的庞大市场，自然有其他国家排着队等着来填补空缺。路透社引用的海关数据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在假设的2025年8月，中国进口大豆总量达到了惊人的1228万吨，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而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巴西。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在社交平台上高调呼吁，希望中国能将美国大豆的订单增加到原来的4倍。这种一边加征关税，一边又要求别人加倍购买的逻辑，显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中国市场对此置若罔闻。这一下彻底让美国豆农们陷入了恐慌。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凯莱布拉格兰在接受采访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直言美国农业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他进一步指出，按照往年的惯例，中国大约会消化掉美国1/4的大豆年产量。眼下这个时节，本该已经有超过1成的美国新产大豆登记出售给中国，但现实情况是订单数量为0。这场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争端，最终让美国农民自己尝到了苦果。全球的旁观者，尤其是互联网上的网友，对此看得更加透彻。有美国网友留言道，中国完全不需要我们的大豆，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自己的外交姿态，这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特朗普，现在该尝到后果了。还有人风趣地打趣道，中国的人均大豆消耗量是美国的20倍。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算，美国人得把每天的大豆消费量增加到80-90倍，才有可能消化掉这些卖不出去的大豆。其中一条更加尖锐的评论则直接戳中了这场贸易争端的痛处。美国想让中国买他们的大豆，但美国却不允许中国的电动汽车卖到美国，凭什么？这句话无疑揭穿了整场矛盾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互惠互利，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和霸凌。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买方永远拥有选择权，绝不会轻易被政治所绑架。中国选择巴西，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美国关税的短期报复，更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旨在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长远战略。讽刺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意外地成为了巴西农业出口的神助攻，帮助南美国家成功撬动了原本由美国主导的市场格局。然而，如果你认为美国如此看重大豆，仅仅是为了赚那点农产品出口的钱，那可能就想得太简单了。大豆这个看似普通的农作物，实际上是美国维持其全球经济霸权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控制像大豆这样的大宗商品，美国实际上是在控制全球美元的流向。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它背后精密的运行逻辑。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套被包装得很好的金融加农业组合霸权。第一步是将大豆塑造成一种全球性的生活必需品。在现代养殖业中，无论是猪、牛还是鸡，其饲料都严重依赖大豆榨油后剩下的豆粕，因为它是最主要、最廉价的植物蛋白来源。而在食品工业中，大豆更是无处不在。从我们喝的奶茶里可能添加的植脂末，到汉堡肉饼里的植物蛋白，再到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豆油，大豆的身影几乎无孔不入。这就确保了全球对大豆的持续刚性需求。第二步是美国将大豆的定价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全球大豆价格的心脏位于美国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全世界的大豆期货交易都在这里进行，而这个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严格遵循着美元的节奏。所有的大宗商品交易都以美元进行计价和结算，这就意味着任何国家想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大豆，首先必须拥有足够的美元，美元成为了交易无法绕开的前置条件。第三步，美国利用其作为主要供应国的地位和手中的定价权，这双重控制力将世界各国逼入一个精心设计的经济圈套。当国际大豆价格上涨时，进口国就必须准备更多的美元去购买。如果美国利用其供应优势制造供应紧张的局面，那么依赖大豆进口的国家的美元储备就会面临迅速贬值的风险。这套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卖大豆赚钱那么简单，
更是通过农产品将全球各国的经济命脉与美元深度捆绑。各国为了确保自身的粮食安全，就不得不储备大量的美元，而储备的美元为了保值增值，最好的去处就是购买美国国债。这样一来，一个完美的闭环就形成了。美国印发美元，向全世界购买商品，世界各国赚到美元后，再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将美元回流到美国。这个看似无害的循环，才是美国能够在自身贸易赤字高企、制造业部分空心化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全球经济霸权的最隐蔽也最核心的武器。但在任何精巧的系统中，都可能出现裂缝，而这一次，美国没有想到最大的变量会是中国。我们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在已经过去的2023年，中国累计进口了 1.05 亿吨大豆，其中从巴西进口的数量高达7465万吨，而从美国进口的只有2213万吨，前者是后者的3倍还多。请不要小看这两个数字的对比，它背后所代表的是中国对美国这套农业金融帝国体系发起的正面冲击。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消化了全球大豆贸易总量的60%以上。这样一个体量的客户，一旦将主要的订单从美国转向南美，那么美国精心构建的美元大豆国债的循环体系就会开始减速，甚至失灵。更关键的是，中国的这一转变并非临时起意的短期行为，而是在过去10年间有意识地打造一个完整的可以绕开美国的替代供应网络。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甚至包括北美的加拿大，都成为了这个新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而更让华盛顿方面头疼的是，中国还在逐步推动大豆交易的去美元化，人民币直接结算正在成为新的常态。例如，中国和巴西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从巴西购买大豆。中国和阿根廷也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平台，同样实现了用人民币进行支付。这就等于说，美元在这条全球最重要的大豆贸易链条中被直接踢了出去。美国的农业货币帝国的根基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掏空。如果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大豆换个卖家的问题，那就太天真了。它所揭开的是美元霸权根基开始松动的序幕。我们看到，近年来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手段变得越来越激进。它拼命强化石油美元体系，动辄对他国实施金融制裁，在国内则通过债务货币化来转嫁危机，甚至试图通过数字美元来延续其货币霸权。表面上看，这些措施是在加固霸权的城墙，但实际上，这种将经济和金融彻底武器化的行为，反而逼迫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寻找替代方案，加速了去美元化的进程。美元霸权越是强行的绑架全球贸易，它的衰败速度就越快。美国在这场博弈中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就是错误地判断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它似乎还沉浸在冷战时期的旧梦里，幻想着能像过去一样，用大豆、芯片、技术、封锁等手段来逼迫其他国家屈服让步。可它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如今的中国早就不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在国际贸易中处处受制，买什么都得看别人脸色的国家了。今天的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最庞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日益完善的产业链条，以及快速追赶的科研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拥有了选择权。美国的大豆我们可以买，也可以不买。你不卖，巴西和阿根廷会抢着来填补市场的空缺，而且价格可能还更划算。你搞技术封锁，那我们就自己投入资源去攻关，最终反而会催生出强大的国产替代产业。你关上你的市场大门，我们就转头去开拓东盟、中东、非洲这些更广阔的新兴市场，依然能开辟出新的增长空间。过去美国的威胁逻辑是，我不卖给你大豆，看你怎么办。而现在中国的回应则是，你不卖，自然有别人卖给我，而且条件可能更好。当霸权的威慑力不再有效时，它的权威性也就随之崩溃了。这种崩塌的效应正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导开来。我们看到印度开始减少从美国的农产品采购，转而更多的拥抱南美市场。
欧盟也在积极推动其供应链的多元化，以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中东的产油国们则开始越来越多的尝试用本币来结算能源和农产品交易。一旦这副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就很难再让它停下来了。所以，回到我们开头所描绘的那个场景，美国农民被迫摧毁自己辛勤种出的大豆，这背后所隐藏的绝不仅仅是农民的个人悲剧，更大的威胁在于美元回流机制的断裂。当中国用人民币向巴西购买大豆，巴西再用这些人民币向中国购买机械、电子产品和基建设施时，美元就被完全排除在这个循环之外了。流失在外的美元无法顺利回流购买美债，那美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就只能靠继续印钞。而这样做的后果我们都清楚，国内通胀恶化，货币购买力下滑，进口成本飙升，出口商品则缺乏竞争力，美国经济将被拖入一个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因此，美国的大豆危机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任何霸权都有其生命周期，从崛起、鼎盛到最终的衰退，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建立起强大的农业霸权和美元霸权，是基于其当时独一无二的工业生产能力、遥遥领先的科学技术和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这些硬实力支撑它书写了战后的全球贸易规则。但时至今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早已失去了那份不可替代性。如今，真正的选择权其实一直都在美国自己手里，是继续固守着日渐衰落的霸权思维，动辄挥舞关税大棒，将贸易伙伴推向对立面，还是顺应时代潮流，转向合作、共享与共赢的新模式。如果继续选择前者，一意孤行，那么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大豆危机可能真的会从一个假设变成刺眼的现实，美国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霸权加速坍塌。但如果懂得顺势而为，或许还能为自己保住一个体面的退场。那么，屏幕前的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您觉得这场围绕着大豆的博弈最终会走向何方？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您认为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请回复数字1。如果您相信美国依然有能力维持其霸权地位，请回复数字2。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觉得楚楚的分析对您有所启发，请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您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为大家带来深度解读的最大动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